哎呦，那字儿怎么写来着？当文明还在区域的迷雾中各自生长，地理上的距离成了绝对的区隔，少有的交通只能算作是文明间的孔径，一点一点地沟通着彼此的养分。和如今不同，在古代，真正能够使用车辆行走于大道之上，这几乎算是一种奢侈。而河流与水运的利用，是比道路更为主流的交通方式，这也在文字中留下了痕迹。这个符号非常直观，它是舟。当这个符号出现的时候，还是商代，也就是距今3000多年前。而它的模样至今没有什么改变，中国的船可以说自古就是这个样子。舟的出现，让人类在征服江河的斗争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。有人说，中国的舟起源于竹筏，因为竹筏制作最为简便，并且竹筏内部中空的多节形竹腔，哪怕其中一个破裂，整个竹筏也不会受到影响，可以说是天然的漂流材料。随着舟级制造技术的不断进步，舟船经历了千变万化。在数千年的历史中，中国舟船开始出现了越来越复杂的形态，不断延伸着人类的脚步。人类用其通行、运输、经商、探险。在漫长的时光中，舟船已深深地渗透进人类的历史与文化。舟，除了作为交通工具，也逐渐成了古人心境的表现。人生快意时，轻舟泛月。即便孤独，也有独钓寒江雪的清欢。千山鸟飞绝，万径人踪灭。孤舟蓑笠翁，独钓寒江雪。移舟泊烟渚，日暮客愁新。野旷天低树，江清月近人。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两岸猿声啼不住，轻舟已过万重山。洞庭湖上晚风生，风触湖心一夜横。兰照稳，草衣青，只钓鲈鱼无钓名。夜饮东坡醒复醉，归来仿佛3更。家童鼻息已雷鸣，敲门都不应，倚杖听江声。长恨此身非我有，何时忘却营营。夜阑风静胡文平，小舟从此逝，江海寄余生。今天，舟船已经不再是主要的交通工具，但它的重要性深深地刻在了文字，甚至是中国人的血脉之中。所以，我们遇到困难时常说“同舟共济”，出门在外会说“舟车劳顿”，下定决心则称“破釜沉舟”，形容关系叫友谊的小船。这一切都来源于舟曾经的重要地位。当然，时不时的它还是会露上一个光辉的小脸。神舟5号，中国第一艘载人航天飞船，仍然使用了这个字作为名字。只不过，这一回我们要航行的已经是遥远的太空了。今天你写字了吗？